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再次讲一下关于 iPhone 13的最新消息。根据这个最新的消息，今年的 iPhone 13将会在今年的9月14号举行发布。那么这个日期也挺近了，不到2个月的一个时间，将近2个月。那么这期节目呢，我们主要讲这个 iPhone 132个主要的一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屏幕的高刷，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 Touch ID。那么 Touch ID 其实之前有博主这样进行爆料说，这个屏下指纹可能会没有，就是至少在今年会没有。那么这个问题我们后续再谈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MagSafe 无线充电宝，就是在7月14号，刚刚在这个苹果官网上架的一个产品啊，就是配件，大概是749元。然后呢，其实在此之前啊，这个 iPhone 12出来之后，就是搭载了 MagSafe， 就是 iPhone 12的机身背后有这个磁铁嘛。其实很多第三方厂商已经做出来了，就是可以吸附在机身后面的一个充电宝，无线充电宝。那么这次苹果推出的一个无线充电宝，我觉得非常鸡肋。为什么那么说呢？就是它的充电功率还是15瓦，最高支持15瓦，而且这个15瓦还是要让这个无线充电宝接入电源的情况下，才能够达到最高的15瓦的一个充电功率。如果不接入电源的话，那就是5瓦，最高也就7.5瓦的一个充电功率。这样一个充电功率，其实我说实话，真的非常鸡肋，那你如果说接上电源之后，那我为什么干嘛不用 MagSafe 原装的一个充电器呢？为什么要用这样一个充电宝呢？对不对？所以说非常鸡肋。而且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它的电池容量竟然是1460毫安时，连这个手机本体的电池容量都没有达到的一个容量。对，你没有听错，是1460毫安时。就是市面上第三方做出的一个产品，基本上都是1万毫安起步的，也有几千的。但是如果说苹果你推出了一个1460毫安时的一个电池，一个无线充电宝的话，我会觉得说，就像这个美剧正在热播的美剧《洛基大结局》第6集一样，就是好像讲了点什么东西，好像什么都没讲，所以就让人觉得说非常的无语。好，那这个配件我们就先讲到这儿，我们还是看一下 iPhone 132个主要的升级的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屏幕的高刷。它不仅仅是包含高刷它还包含低刷，因为它是1到120赫兹的一个自动调节刷新率的一个屏幕。那高刷我们就不用多说了，高刷的话会让这个动画这个过渡效果更流畅，让系统感觉更舒服。那么这个低刷的作用是什么呢？低刷的主要作用就是降低功耗。我们知道在此之前 Apple Watch 就搭载了一个息屏显示的一个功能，其实它就是降低这样一个屏幕的刷新率，来降低功耗来延长这个我们这个手机的一个续航。所以说低刷的话还是有必要有的对于延长这个续航来说还是有必要有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重要的一个升级，就是 Touch ID。那么刚刚我们也提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年的这样一个 Touch ID 就是屏下指纹的话，有可能不会搭载因为如果说你有加上高刷的屏幕，又要加上一个 Touch ID 的话，它这个屏幕它的这样一个整机的厚度一定会增加，而且增加到非常多，所以苹果不会这么干的。那么最近这个网上公布了一个苹果最新研发的一个专利，就是在 iPhone 上面添加一个侧边的一个指纹，或者是说在电源键那个部分来增加一个指纹。那么这样一个小升级的话，其实在这个 iPad Air 4上面其实已经有先例了，对，它已经有先例了。那如果说今年加在 iPhone 上面，我也不会觉得很意外，因为真的疫情戴口罩来解锁 iPhone 真的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会非常影响这个苹果的整体的一个流畅的一个体验。不仅仅是包含面容解锁的这样一个体验，包括很多的这样一个，比如说银行的 APP 包括一些比较敏感的财务的一个 APP 它都是需要Face ID 的，都是需要解锁的。所以我觉得说应该去解决这样一个事情。好，那么关于今年的 iPhone 13的这样一个最新消息，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最后呢，我还是想拉一波关注。虽然这个频道也是刚开的，虽然有时候我说话也不是很流利，但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点个关注，感谢大家。